我虽然配不上你，却能以身入局。为了把你那个高贵的姐姐拉下泥潭，成全你的前程，我做什么都愿意。当年多亏表哥与我嫡姐私会，败了他的名声，要不是那样，主母哪能松口把我抬为嫡出？没有这身份，我也没法高嫁将军府，和你齐将军有情人终成眷属啊！你虽是庶出，但被我看上了，我必要想办法给你个体面的身份。至于你那嫡姐，她不过是你脚下的垫石而已。原来全都是局，你们毁我名节，害我性命，皆是为了让我庶妹高价。我重生了。姐姐，你怎么还愣着呀？表哥的信我都给你带来了，你就扮作丫鬟模样出门，我替你与表哥打掩护，保证神不知鬼不觉。表哥待我们就像亲哥哥一样，既然表哥信里说有心事未了，姐姐可要替他多想想，总不能因为姐姐马上要嫁入高门做将军夫人了，就看不起咱们那个仕途不顺的表哥吧。姐姐，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啊？表哥对我情深意重，我嫁人前确实该去见他一面，总要给他个交代的。明日我便赴约，去西花园与表哥一见。只是，妹妹，若被人知道，我就彻底身败名裂了。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姐姐放心吧，我保证谁都不说，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晓。姐姐，你怎能与外男在此私会？上一世，你的一嗓子毁掉了我的名声，这一世故技重施，顾云蕊，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别开窗，我受不了风。姐姐，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躺着呀？再过几日你就要成亲了，等进了那将军府，你再想跟表哥见一面，简直比登天还难。可是我这头晕的厉害，实在是没力气。我若是你，就算是病得只剩一口气，也要强撑着去上表哥一面的。姐姐，你舍得让表哥在那儿干等吗？姐姐难道忘了，表哥小时候在学堂时是如何护你，帮你抄写先生罚的诗书吗？是啊，那时候他总是替我挡着先生的手板。刘贺确实替我挨过手板，可那不过是他为了攀附顾家嫡女使的小手段罢了。表哥的心，姐姐你最清楚了，你忍心辜负他吗？妹妹，你说的对，我不能让表哥白等。你替我去把桌上那套丫鬟的衣服拿来，帮我穿上，乔装打扮一番，也好掩人耳目，别叫府里那些嚼舌根的瞧见。这才是我有情有义的大姐姐啊！我这是怎么了？
感觉怎么样啊，我的好妹妹？顾云舒，姐姐知道你现在很难受，你放心，姐姐疼你。姐姐啊，这就给你想办法。雪雁，前世你为了护我被柳鹤折磨，这一世我只有比他们更狠更毒，才能保住你，保住母亲。小姐，柳鹤听说小姐病了，果然火急火燎的登门来看。奴婢已经按照您的吩咐，避开所有眼线，从后门将她引进内院了，没有惊动旁人。好，雪雁，你现在就去，让柳鹤进屋来，就说我感念她的一片痴心，准许她进房探病。云舒妹妹，听闻你病了，小生实在挂心。你的病可好些了？表哥，你的信我都看了。表哥既已来了，若有什么话，便进来说吧。这女儿家的闺房，我一个外男如何能进？这万万不合规矩，也有损妹妹清誉。表哥，在云舒心里，你从不是外人，有何话你可与我当面诉说。再过2日，我便要备婚待嫁，只怕此生再无缘与表哥如此坦然相见了。若是如此，小生失礼，我便进来了。云舒，云舒妹妹，你怎么在桌上就睡了？云蕊，怎么是你？滚！我滚了，你怎么办啊？云蕊妹妹，你瞧瞧你，都难受成什么样了？柳鹤，前世你借酒撒疯，对着我这张脸却喊着他的名字，说他是你的白月光，而我连他的一根指头都比不上。你妹妹生得貌美如花，是我心中的天上白月，你拿什么跟她比？娶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大霉。既然你这么爱他，这一世我就成全你。云蕊，我想你好久了，每一晚做梦都是你，你终于肯来我梦里了，你终于属于我了。戚将军，你什么时候娶我？我现在就娶你，我的小宝贝儿，我就是你的大将军。将军，小姑娘别看，是要长针眼的。姑娘，我还能为你做什么？没听见我妹妹正喊着将军的名字吗？她是真的想大将军了。去，现在就去，用顾云睿的名义把齐元霄大将军请到这儿来。二小姐的话你可记清楚了，一字不差的带给大将军，少了一个字，仔细你的皮。姐姐放心，奴婢这就去将军府传话。云舒，见到你没事就好，真是吓死本宫了。公主，你为何如此匆忙？我昨日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你与人私会，怀着身孕竟被人溺死在荷花池里。那梦太真了，我吓出一身冷汗。今早你的人又匆匆忙忙带话来，我以为你真被牵连进什么祸事里了。她贵为公主，却待我始终珍惜。想动她，先杀了我！你切不可下嫁。但凡他真的爱你，怎可能在明知你有婚约的情况下还与你私会，还那么巧的被那么多人撞见？公主，表哥真的不是有意的，他还要去投河谢罪。而且比起大将军，我更心悦于柳鹤。这份情谊，我上一世到死都记在心里。看你这般模样，莫非当真与柳鹤有牵扯？你可要警醒些，柳鹤心思藏得太深，切莫被一时情意蒙骗。公主，云舒不会去做那等蠢事。今早匆忙请你来，
是想让你见证一件事。好，极好。从前你素来心软单纯，只会遭人算计，如今竟也懂得自保反击，本宫终于放心了。齐元宵大将军到！公主殿下，您千金之躯怎么也在这偏僻的顾府后院？云舒病了，本宫与他乃是生死之交，自然是来探病的。倒是齐将军大驾光临，有何贵干？云舒毕竟是圣上亲口赐给微臣的未婚妻，听闻她病了，微臣来探望也是理所应当。柳鹤果然得手了。顾云舒啊，顾云舒，只要今日在你的闺房里抓到你与柳鹤私通，这罪名你就一辈子也洗不掉了。想必云舒在病中神志不清，不适合见客。将军与我都不必打扰了，请回吧。公主，既然云舒病得这般重，连房内传出的动静都如此古怪，微臣与公主一同进去探望，才最是稳妥。公主是皇室中人，这门里发生了什么，还请公主与微臣一同见证，也好请公主做主。看来我们这是撞破了云舒小姐与他人私通的丑事啊！顾大人教女无方，竟让大私通是真，但你再仔细看看，床上这女人到底是谁？怎么回事？怎么会是她？顾云舒呢？将军唤我何事啊？天哪！妹妹怎么会和表哥做出这种事啊？公主，明明失节的是我妹妹，大将军怎么像是要吃了我一样？齐将军，和外男私通的是顾云蕊，你凶云舒做什么？别忘了，陛下赐婚赐的是你与顾家嫡女顾云舒。今日这场戏，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床上衣衫不整的顾云蕊才是你的未婚妻呢。将军，将军不是这样的，将军你听我解释，那是有人害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云水，好妹妹，别跑，我们再来。这又是怎么了？哎，我的祖宗啊！都给本官闭嘴！谁再敢嚼舌根，乱棍打死！贱人，你怎能做出如此丑事？蕊儿，蕊儿，我的蕊儿啊，怎么会是你？娘，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将军，爹，娘，是姐姐，明明是她要跟表哥私会，是顾云舒在衣服里做了手脚，她还算我，你们闻，这空气里还有奇怪的气味。药味儿，我怎么只闻到一股桂花香味儿？哪有什么味道？就是，这满院子的桂花开得正旺，除了花香，啥也没有啊。二姑娘说有药味。本宫在宫中多年，倒也见识过不少后宫争宠的下作手段。你姐姐这房里不知何时开了4扇窗，这风一吹，什么味道散不干净？更何况窗外便是开得正盛的8月桂花，那所谓的药味，怕是只存在于二姑娘你自己的心里。他说的是宫廷里那些娘娘们争宠的秘药，这种药本就需要通风，一旦遇上桂花香，太医来了也查不出半点冤孽。顾云芷，你想用这个来脱罪，真是蠢得可怜。妹妹，你与表哥情投意合，怎么能来污蔑我？污蔑我也就算了，你们要睡也别来睡我的床啊！毕竟你不嫌表哥脏，我还嫌你们脏呢。
顾云舒，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小姐，使不得啊！老爷，云蕊向来懂事又胆小，她绝不可能做出这等出格的事儿。今日这一切都发生在大姑娘房里，如果云蕊真要与外男私会，又怎会春台来大姑娘的房里？这不是等着被揭发吗？这其中一定有冤情。老爷，有人要毁了我们蕊儿啊！求老爷大发慈悲，你要为妾身和蕊儿做主啊！顾云蕊怎么就做不出这种事了？当年你不就是用这种手段缠上的老爷吗？龙生龙，凤生凤，急死的孩子会爬床。周姨娘，顾云蕊倒是像极了年轻时的你呀。景玉，公主和将军还在呢，你胡说些什么？府上这点事儿当年闹得满城风雨，也不怕公主与将军笑话了。哎，你听到了吗？当年大夫人说的是真的，周姨娘是武姬出身，在外头当了好几年不见光的外室呢。可不是嘛，听说当年老爷根本不敢把他们接进府，大夫人当年可是陪着老爷一路吃苦过来的糟糠之妻。怎么，顾红山，你嫌我丢人？当年你一无所有，是谁陪你白手起家？云舒5岁那年莫名生了一场重病，我为了去求医，半道上遇到山匪，被推下悬崖，捡回一条命，才落得这般下场。可我残废的第2年，你便迫不及待地给了周氏位分，把他们母女接进府里。你那点良心，怕是早就被狗吃了。老爷，妾身没有，妾身和蕊儿是冤枉的呀。行了，本宫没工夫听你们的这些陈年烂报。既然拿不出证据，说明顾云蕊跟这个柳鹤是两情相悦。既然本公主今日撞见了，不如就成人之美，把顾云蕊赐给柳鹤为妻。不，我不愿意，我不要嫁给柳鹤。二妹妹，你怎么会不愿意呢？这几日你对表哥一直是赞不绝口啊。你既然这么喜欢，公主可是在成全你的一片初心啊。将军息怒，幸好今日犯错的不是云舒，不影响你与云舒的婚事，咱们两家的姻缘依然是天作之合。不可以，将军，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算好了，明明应该是他。闭嘴！连这点小事你都能办砸，你怎么当我的将军夫人？穿件衣服吧你。云舒，跟本宫上车，有些话在这回顾家的闹尘里说不痛快。是，公主。今日请公主来看这场闹剧，实在是污了公主的耳目，还请公主降罪。这样的戏码，皇帝的后宫天天上演，本宫早已见怪不怪。不过，让我惊讶的是，云舒，你竟也会设这样的局。你是个实心眼的人，向来只有别人害你，今日这一出确实出乎本宫意料。说来，其实连本公主也是你计策的一环，对吧？我让公主来，的确是为了压制齐元霄，顺便借公主的权力，直接把顾云蕊许配给柳鹤。云舒，你必是被逼急了，遇到什么困境，告诉本宫。公主，云舒若不反抗，必要被他们挫骨扬灰啊！云舒，到底怎么回事？齐元霄、柳鹤还有顾云蕊，他们3个人早就暗中勾结在了一起，他们设下了毒计。柳鹤本就爱慕顾云蕊，竟甘愿以身入局。齐元霄指使他，等我到了婚前，强行在西花园拥抱我，再由顾云蕊巧合地带着京城所有的贵女撞见。他们要让我担上婚前私通的死罪，如此一来，
我顾家就只能将顾云蕊抬为嫡出，替我高驾将军府，而我则要被塞给柳贺，下嫁去柳家受尽折磨。放肆！齐元宵竟敢如此算计圣上赐婚的嫡女，他这是在抹视皇权，在打本宫和父皇的脸。这还不算完，公主，他们还想要我的命。我若是不争，等顾云蕊高嫁，他们还要把我毁尸灭迹，让我连一捧骨灰都留不下来啊！所以你当日连夜进宫，向本宫讨得了那位寻欢伞。是，云舒别无选择，只有先下手为强。那是宫里娘娘争宠的利器，用在顾云蕊和柳贺身上，实在是杀鸡用牛刀了。公主可会觉得我卑劣？云舒，卑劣的是齐元宵之流，今日你可是你自己的英雄。如今该苦恼的人不是你，而是你那庶妹。本宫虽然插手不了朝廷重臣的婚事，指婚平民却是轻而易举。顾云蕊只是个庶女，柳贺更无官身，公主指婚，他们该感恩戴德，连拒绝的话都不能出口。顾云蕊心比天高，让她嫁给柳贺这种废物，比杀了她还难受。且有的闹呢。老爷，那柳家家道中落多年，柳贺既无家世也无功名，来我们家都是来打秋风的。你怎能让蕊儿嫁这样一个废物啊？云蕊做出这种事，你以为还有什么转圜余地？不嫁柳贺，就去出家当尼姑。蕊儿国色天香，怎么能当尼姑呢？不嫁也可，拿根白绫让云蕊自己吊死，也算全了她的贞洁。夫人，何必做得这么绝？云蕊有错在先，在嫡女闺房与外男苟活，她可想过我云舒的名节？夫人，此事蕊儿受害最深，你怎能如此刻薄于她？我刻薄，那我便刻薄到底。顾洪山，云蕊是周氏带大的，她今日犯了这样的大错，还叫公主撞见了，你自己说，周氏有没有错？夫人说的极是，周氏教女女无方，该关她禁足，让她好好反省反省自己的错处。老爷，你不能这样对妾身啊！老爷，来人，把周氏给我拖下去，关进柴房，没有本官和夫人的手谕，任何人不得探视。郝云舒，幸好你没做出这种糊涂事，否则就是欺君死罪。10天后就是你高驾将军府的吉日，你安心待嫁备婚就是。云舒明白，多谢父亲教诲，定会安心备婚。安心待嫁。我如今虽然解了一场困局，但只要这道赐婚圣旨还在，我就永远逃不掉上一世的结局。姑娘料事如神，今日二小姐果然戴了帷帽出门，在玉翘楼与齐将军私会，一同去的还有柳贺。顾云蕊心比天高，如今被指婚给一个落魄秀才，她怎么可能甘心坐以待毙？必定要去找齐元宵的。正是，不过姑娘放心，玉翘楼的老板是公主的好友，他已将隔壁的包厢留给了姑娘。走吧，收拾好，随我去听听这3个如今能咬成什么狼狈样。姑娘，掌柜交代了，隔壁听风阁里的人已经到了。这间雅兰阁里有暗墙，里面的人说话您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小的在门外守着，绝不叫人打扰。这一切都是顾云舒。
姑娘，您听听，这贼喊捉贼的戏码，他们倒是演得得心应手，跳梁小丑罢了。刘贺，是不是你？是你泄密！云蕊，你怎么能这样猜忌表哥？我对你的心意你还不清楚吗？我为了帮你谋一个嫡出的身份，此番是以身入局。我可是豁出命要帮你把顾云舒搞得身败名裂的，谁知道事情会如此发展？表妹，事已至此，不如你就认命吧。当日之事被长华公主撞见，公主都给我们指婚了，不如你就将就着与我。呸！你是什么东西，也配娶我？若不是顾云舒，你这辈子连我的头发丝都够不上。顾云蕊，这才是你的心里话是不是？那你之前同我说我是你的知己，你把我当亲哥哥都是假的，你也跟外面那些人一样看不起我是不是？哼，刘表哥，我敢问你今年都几岁了？一官半职没有，没钱没权没名，你算什么东西啊？敢肖想本小姐？既然你们不让我上桌，那这一桌菜大家都别吃了。放肆！你敢在我面前造次？有什么不敢的？大不了鱼死网破。齐大将军，你可别忘了，公主都给我们指婚了。顾云若要是想体体面面的，她就只能嫁给我。此事捅到公主面前，以公主的权势，就会大将军也未必吃得消吧？你们好好想想吧。顾云蕊，你要是认命，后半生咱们相敬如宾；你要是还痴心妄想嫁将军府，我就把当日所有的谋算都公之于众。齐元宵，你踹我的那一脚，我这辈子都记着。柳鹤疯了，齐元宵是什么人？柳鹤手里握着齐元宵的把柄，不仅不收敛，反而敢当面要挟。姑娘，我们要不要不必？这把刀，本宫要亲自去握。继续听。将军，现在怎么办啊？你难道真要看我下嫁给一个废物吗？我让你设局，只把他骗到西花园里，其他的一切都交给我，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可你连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好。云蕊啊，我娶妻是想娶一个有用之人，可你太让我失望了。这么一点小事你都能办砸了，办砸也就罢了，你还把自己的清白全搭了进去。现在被你那蠢嫡姐架在火上烤，你怪得了谁？将军，你不要我了吗？好，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我错在不该爱你，我错在不该为了能嫁给你铤而走险。我不如死了算了。够了，别闹了。事情没到这个地步，顾云舒弄出这一局，想必是察觉了什么。她这么想嫁给我，那就让她嫁。嫁进齐家，她还是得看我的脸色。你当她婚后能有什么好日子过？我跟她是圣旨赐婚，就算是公主也帮不了她。就当是为了看她的笑话，你也得给我活着。看着她做将军夫人，与我犹如切肤凌脂之痛。我会给你想办法，把你弄进府里，让你做个妾。只是妾？我能娶顾云舒，你却不能真下嫁柳鹤。如今要破局，只怕柳鹤是不能留了。雪颜姐姐，吓死奴婢了！二小姐和表哥的婚事不是在3天后吗？可奴婢刚刚瞧见二小姐房里的嬷嬷悄悄把柳公子引进了内院假山那边，然后有几个面生的恶奴也跟进去了。柳鹤那个蠢货，还以为二小姐是想通了，要在大婚前与他温存，急着跟他成亲。他哪里知道，二小姐急着把他骗进这深宅大院，是要他的命。要命！二小姐竟要……管好你的嘴，
今夜无论听到假山里有什么动静，若敢多说一个字，柳鹤的下场就是你的明天。奴婢明白，奴婢今晚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顾云雷，你这个毒妇！你不是说大婚前有提及话要对我说，才让我偷偷翻墙进来的吗？原来你是要我的命！救命！救命啊！云舒，你是来救我的，我就知道你最好。我们这么多年的同窗发小情谊，我在梅奎楼看到什么？许我一起走啊！同窗发小之情，就是你用来糟践我的借口吗？哼，柳鹤，你想踩着我捧顾云蕊身位，那也别怪我把你踩在脚下了。雪雁，你可记得，从前在顾府，我连杀鸡都不敢看，可今夜，这柳鹤罪有应得，他的血只配给姑娘洗手。动手，把地上的血迹擦拭干净，一分一毫都不要留下。把柳鹤送去郊外荒野烧个干净。属下领命。大将军，属下无能。那柳鹤进了顾府之后，就彻底绝了踪迹。属下带人在京城大小角落搜寻了整整3天3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什么线索也没查到。废物！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定是顾云舒，或者是长华公主的人动的手。不过罢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倒也是个极好的结果。这柳鹤知道的太多了，他死了，正好保全了顾家那点可怜的名声，保住了云蕊的前程。撤回所有人手，不必再查了。如今没有人希望他柳鹤活，只要这个废物永远别再出现就行了。你可不能想不开呀！你要是死了，娘也不活了。老爷，你快劝劝蕊儿啊！云蕊，你这是胡闹什么？快下来！快下来！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要闹到这步田地？你是想逼死老夫，还是想让整个京城都看我们顾家的笑话？爹娘，女儿虽然是遭了旁人算计，但名节已逝，到底是有辱我们顾家。与其留着这具残躯活在世上，让顾家蒙羞，女儿不如一缕白绫吊死在这里，全了我们顾家的名声。看到了吗？学他娘的手段学了10成10。当年周氏就是用这种手段，在外面隔三差五的一哭二闹三上吊，怀上顾云蕊后，更拿孩子说事，逼得我不得不松口。哼，男人都吃这套。云舒，娘总觉得你和往日不一样了，你可是遇到了什么？娘，我的灵魂已经死过一次了，真正爱我的人才会把我这些微末的异样放在心上牵挂。夫人，大喜，不好了！夫人，齐大将军来下聘了！老爷，夫人，大将军带着18台聘礼已经进了正大门了，那队伍排了整整半条街，吹姑子都在外头候着呢。大将军大驾光临，顾府真是有失远迎。这些聘礼如此丰厚，足见大将军对我家云舒的深情厚谊呀。姐姐，妹妹知道错了，姐姐的对，我这样名节受损的人，就算去死，也不该死在他的大喜吉日，不该给姐姐和姐夫的婚事平添晦气。我何时说过这话？大将军，您瞧瞧啊，我们蕊儿都已经被逼得要上吊自尽了，大姑娘居然还如此冷心肺。这逼死庶妹的名声要是传出去，大姑娘以后在将军府可怎么立足啊？顾云舒，你很得意，别忘了，你嫁入齐家，
可得养我鼻息过日子。我保证，你婚后的日子绝对不会太好过。齐元宵，你且看看，10日之后，我和你到底谁不好过？苏月姐姐，你今儿是没瞧见那齐将军去顾府下聘时的神气，那眼神沉得像要杀人，把顾大小姐的手腕都捏红了。可不是吗？他原本想娶顾二小姐，可顾二小姐只是个庶女，他便求了顾家嫡女的圣旨。如今大婚出了这档子丑事，可怜大姑娘以后过了门，还不知道要被怎么搓磨。公主殿下，我绝不能嫁给齐元宵，求公主帮我。云舒，不是本宫不想帮，但是圣旨如山，除非他自己主动收回圣旨，否则你就算是死了，抬进齐家的门，也得被冠上齐顾氏的名头。太子殿体弱多病，听说他的侧妃前些日子又小产了。太子年近30，始终没有子嗣。云舒，你胡说什么？如果太子喜欢我，非要娶我，以皇上对太子的偏爱，他一定会让太子如愿以偿。公主，如果我能生下太子的孩子，你疯了！你见没见过萧月的5个侧妃？怀孕后都是百般不适，运气不好的5、6月份就胎死腹中，运气好的李侧妃，孩子生下来3天就夭折，痛上加痛。男人不行，受苦的都是怀孕的妻子。公主，我知道我不如旁人心思细腻聪明，但我自幼习武，虽不是高手，却身强体壮。只要我能生下孩子，那孩子也能成就公主的大业。这越国的江山，本就是朝花女帝开辟的。女帝年老时，其看好的明义公主被杀，江山才落到了不受宠的皇子手中。更迭几百年，世人愚昧，早就忘了这越国最开始是由女人开辟的。但公主您没忘，对不对？我明白公主殿下的野心。当今皇帝年老昏庸，太子病弱繁茂，越国的天命理应回到公主你的手上。萧浩好色，所以他有5个侧妃，但那5个侧妃个个都是知礼守节、温柔贤淑的大家闺秀。你要入萧月的眼，一定要展现出你的不同来。今日这场宴会，我的人会扮作刺客，他是江湖高手，你出手与他过招，他会让你，但也保证让你打得精彩，让太子一眼蒙上你。你瞧瞧那顾家大姑娘，今儿可是君子6翼的春日宴，她怎么穿个这个颜色就来了？受死！刺客，有刺客！快来人啊！该死！给本将滚开！美，真是绝色。父皇，母后，儿臣今日若非顾家女舍命相救，只怕已经见不到您二老了。儿臣不管，儿臣今日非娶她不可，求父皇将顾云舒赐给儿臣做侧妃。是个好生养的。既然皇儿喜欢，便把顾家女册入东宫为侧妃，待生下世子，则嘉奖为太子妃。陛下，臣女身上
还有与齐元萧将军的赐婚，臣女万死，不敢侍奉二主啊！皇上，万万不可！皇上，顾云舒是闺阁女子，今日怎能与刺客打得有来有回？说不定这场刺杀就跟她有关。谁说闺阁女子就不能击退刺客了？父皇，当年儿臣在山道上遇险，就是顾云舒持着木剑护儿臣周全，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勇气，长大后能御前护驾也合情合理。齐将军，你如此贬低顾云舒，可记得她是陛下赐给你的未婚妻？还是说，你不是对顾云舒不满，是对皇上的赐婚不满？只怕公主与这场刺杀脱不了关系吧？父皇，你可听到了？齐将军在您的面前无端猜忌儿臣，这是目无君上，视我们皇家如无物啊！哼，刺客一事朕自会追查。既然齐将军对这位顾家女诸多猜疑，赐婚圣旨便收回。择吉日，赐顾家女嫁入东宫，做太子的第6个侧妃，为皇家绵延子嗣。陛下，齐元萧，本太子要的人，你不肯给。微臣不敢。哈哈哈哈哈哈！我料你也不敢。殿下，臣女如今生是殿下的人，死是殿下的鬼。好，好，姑就喜欢你这种爽烈又听话的性子。萧月确实性情乖僻，绝非良人，但我与你早已是明面上的死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顾洪山之女顾云舒温婉淑德，封太子侧妃，则即日迎娶。臣顾洪山叩谢圣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你瞧瞧顾洪山那嘴脸，只看得见东宫的门槛，全忘了太子多病暴虐的性子。云舒去了，无异于与虎谋皮，哪里是什么好归宿？顾云舒凭什么有这好造化？生了儿子就是太子妃，我们娘俩要被他们踩一辈子。我的蕊儿只能嫁柳贺，她倒好，要去做未来的皇后。将军，蕊儿终于等到今天了。姐姐要去东宫，我们的亲事。齐当，收好回礼回府，不相干的人，别脏了我的眼。大将军，顾二小姐还做将军夫人的美梦，朕就由她等下去。哼，失了贞洁的庶女，也敢妄想本将正妻之位，收她做个贱妾，都算是对她的奖赏。顾云舒入了东宫，正妻之位，必得是对仕途助力最大的贵女。去查查宋玉有什么喜好，我要亲自去会会她。云舒妹妹，你可瞧见了？先前死乞白来求娶你的那位齐大将军，这几日跟宋大修女走得极近呢。宋玉是相府独女，若不是皇帝身体不适，太子多病，她早就是宫里的贵妃了。现在齐将军像只花孔雀似的，上赶着去献殷勤，旁人看着倒也般配得很呢。顾云蕊还在家做着将军夫人的美梦，要是瞧瞧这一幕，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可惜她被禁足，连她的骑郎变心了都不知道。大姑娘，吉时快到了，这是周姨娘吩咐备的甜汤圆，新娘子出门前吃一碗，寓意婚后甜蜜团圆。味道确实独特，你下去替我向周姨娘道声谢。姑娘，这汤圆有问题，所以我看见二小姐和周姨娘商量要毁了您。顾云蕊，我还当她真老实了。
让她也尝尝这甜蜜团圆的滋味吧。吉时都到了，怎么大姑娘还不出来？这不是打皇家的脸吗？顾家今儿交不出人，顾大人这帽子都保不住。顾大人，吉时是陛下钦定的，耽误了你顾家担待得起吗？老爷，不好了，内院找遍了，到处都找不到。那么大一个活人，能跑到哪里去？掘地3尺，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还愣着做什么？带人去内院找，掘地3尺也要把他揪去花轿上！快去！老爷放心，妾身这就去，一定把大姑娘完好无损的带出来。大姑娘，吉时快到了，可别耽误了大事呀！依老奴看，大姑娘怕是去了那处最偏的藏玉阁。走，随本姨娘去藏玉阁瞧瞧。快去前厅请老爷和诸位大人，就说找到大姑娘了，只是她出了急事，请老爷和德公公速速来做主。周氏，大姑娘在里面，怎么还不赶紧让她出来？老爷，大姑娘的确在里面，只是妾身听到了些不该听的动静，妾身万死也不敢推门啊！大婚之日出这种事儿，顾大人，你顾家给不了东宫交代，连带着我们将军府也丢人。都这个时候了还磨蹭，老夫亲自来开！大婚之日，大姑娘竟然……这榻上的是顾二小姐啊！不要看，别看，将军救我！顾侧妃，你真是让顾惊喜。殿下不会责怪臣妾僭越礼制吧？怎会？顾就喜欢你这样的。殿下，我这样跑出来，只怕顾家要乱成一团了。你能不能陪妾身回顾家一趟？哦，哈哈哈，还要姑陪你回顾家省亲？就因为我是个侧妃，才更想要殿下这一刻的独宠吗？哈哈，好，姑今儿就依了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今日姑与太子回门，怎么府里乱成这般模样？回娘娘，是藏玉阁，老爷和周氏带着人都往那边去了，说里面出了大事。大事？这顾洪山府里倒是有趣的紧。爱妃，走，陪姑去瞧瞧你们顾府今儿演的是哪出大戏。哈哈哈哈，精彩！齐大将军，原来你好这一口！殿下，微臣绝无此意，微臣是被人陷害。太子殿下，他们本就两情相悦，想必是忍不住了才会这样。既然已成定局，不如就请殿下给他二人指婚吧。指婚？那给什么位分？就把我二妹赐给齐将军，做正妻如何？不行，顾云伟只是个庶女，她怎么配做我的正妻？那为妾也罢了。将军，齐将军，你如此玷污我女儿，如今还不肯给她个正经名分，你是想逼死她吗？姑就当你二人两情相悦，情难自已。如今这顾家是本太子的亲家，你奸污皇室之女，是要上公堂的。殿下，微臣绝无冒犯皇室之意，云蕊与我的确是两情相悦，但能否求殿下全了云蕊体面，把她抬为顾家嫡出？殿下，我这二妹到底是犯了错的，哪有既得到好婚事又得到身份的好事？那是不是人人都能走歪路子平步青云了？哈哈哈哈哈！今日是你的婚礼，你想怎么处置？就让二妹妹以庶出的身份嫁给齐将军，想必齐将军也不会在意这些虚名吧？将军，我终于成了你的妻子。
是周氏先对我出的手，你们也就别怪我以牙还牙了。今日的事，你知不知情？将军，我娘她只是想教训一下顾云舒，只是顾云舒太过狡猾，这一切都是顾云舒的错，我娘她也是被顾云舒害了。我知道你娘做这一切是为了你，但她误了我的大局。云蕊，有你娘这样的蠢货在，我怎么安心娶你为妻？将军，那是我的亲生母亲。你不是说爱我入骨吗？你娘和我只能选一个。你要是还向着你母亲，就不必入将军府的门了。姨娘忽然暴病而亡，顾大人节哀。你放心，以后我一定待云雷好。姑娘，周氏就这么轻飘飘的没了，府里上下竟连个敢多嘴的人都没有。大将军那边更是直接让人草草办了后事，太子府完全没有追究的意思。齐元宵怎么敢闹大？大婚那日，周氏想害我，反倒砸了自己的脚。齐元宵丢尽了颜面，只会觉得是周氏犯蠢误了他的青云路，自然不会为了这个累赘去向太子追究。恶人自有恶人磨。走吧，顾家已经清干净了，我们去东宫。恭喜太子殿下，娘娘这一胎脉象极其稳健，不仅怀得快，能吃能睡呀！好极了！先前的侧妃个个都不行，唯独爱妃你，真是姑的福星！哈哈哈哈哈！齐大将军，今儿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大婚那日姑让你丢尽了脸，你心里指不定怎么咒姑死呢，怎么有雅兴来陪姑喝酒？殿下说笑了，两家之好，岂能因妇人的愚蠢而坏了大事？如今殿下的户部失守，长华公主趁机引荐她的人上位，微臣与殿下如今可是一条船上的蚂蚱，若不联手，这东宫迟早要改姓长华了。长华那个贱人，父皇老糊涂了，居然也顺了他的意，姑绝不甘心。长华公主从小就跟殿下您对着干，这次户部失守，安置不是她安插了眼线在殿下身边。太子府的所有身家性命都在姑手中，上一个被发现的眼线，本太子让人当着全府人的面除掉了，谁还敢背叛姑？微臣说的是殿下的枕边人，那顾云舒少时与长华公主生死患难，长大后更是公主的闺中密友。他日日在殿下身边，殿下岂能防得住他有二心？你以为姑不知道？姑娶顾云舒是看中他好生养，她嫁过来2个月就怀上了姑的儿子。等她生完了，破了那些讥讽本太子的谣言后，本太子再来好好处置她。如今夷国国君刚死了皇后，点名要长华公主嫁过去。臣以为公主受天下养，就该以一己之身去指战和亲。准赞。哼。和亲，父皇竟然把我送去和亲。公主，越国皇室的男人们一向是有野心的皇室女为噩梦，他们只是怕我成为第2个昭徽女帝。何止提防，100年来，凡是显现出才能的皇女，哪一个不是被嫁以家国大义强送去和亲，最后客死他乡？你说什么？在他们的算计里，你和亲途中会遭遇匪土劫持、弃尸荒野，随后他们会放出假消息，污蔑你带私兵谋反，通敌卖国，他们怎么敢？等银国以此为借口起兵进犯，齐元宵会临危受命带兵出征，夷国顺势投降，成全齐元宵的军功，帮萧月稳坐皇位。越国的江山是女帝开辟的，
我绝不甘心就这样死在他们的阴谋里。所以，公主，这一次你放手去做，宫里交给我和这个孩子。诸位爱卿，孤今日大摆宴席，不单是因为孤的侧妃怀的是个康健的男胎，更因为皇姐和亲的队伍已然远去。想必此时皇姐已经功德圆满了，这当真是双喜临门。你瞧，今日侧妃当真是风光无限。再瞧瞧大将军夫人，齐大将军临时被调去西山，她独自一人代表出席。这些日子，她那张脸白得跟鬼一样。我当妹妹恨我入骨呢，没想到居然还愿意敬我一杯。死了亲娘，想必这些日子过得很苦吧？夜里你睡得着吗？你没资格提我娘！我为什么没资格？你为了将军夫人的位子干了什么？难道忘记了吗？你怎么会知道？顾云舒，我杀了你！殿下，酒里有人要谋害我们的皇儿。顾云舒，你这个贱人！你敢伤害我的儿子！他这样的人死不足惜。好，谁敢动孤的血脉，谁就得死。不是我没有。姑娘，成了。殿下，二妹妹虽犯了大错，但到底也是臣妾的至亲，求殿下大发慈悲，留她一具全尸，让齐大将军回来见她最后一面吧。侧妃当真是大度，受了如此委屈还为他求情，顾准了。将军，夫人死时，腹中已经有2个月的身孕。你说什么？太子这一剑是一尸2命啊！齐元宵可有表现出什么？齐将军没有怨怼过太子一句，他大概是不敢的。齐元宵睚眦必报，太子一剑杀了他的骨血，他怎么可能不恨？殿下，顾云蕊在宴席上虽然失态，但他生前根本没有随身携带任何药物。他如果是被冤死的，那可是一尸2命。太子殿下，齐将军这话的意思，难道是臣妾冤枉了妹妹吗？大将军这分明是在污蔑臣妾。齐元宵，顾云蕊生前就对云舒诸多算计，宴会上那杯茶必是他动了手脚。顾没追究你的罪责，已经是给你情面，别不知好歹。殿下，那可是臣刚满2月的无辜骨肉啊！敢动本太子的人，宁可错杀也不放过！殿下，齐将军的眼神好生吓人，妾身害怕他哪天冲动会杀了妾身，更怕对殿下您心存怨言。姑看他刚才那副样子，确实是张狂惯了。殿下，齐将军手握重兵，陛下若是不重罚他，只怕他以后真要翻了天去。爱妃说的是，姑明日便去向父皇进言。放心，有姑在，他翻不了天。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将军齐元扫此次剿匪中途不召而回，怠慢军务，特削去大将军之职，贬为五品武将，克日出京，守卫贺城，非诏不得入京。钦此。微臣领旨。
您真是料事如神。10日前齐元宵被发配贺城，今日一早，贺城那边便传来了消息。他反了，对吧？是，齐元宵带着他那些在军中的旧部起兵造反了。齐将军在军中久得人心，他这一反，朝堂里那些安逸多年的武将，根本无人能与他对抗。姑娘，那我们现在该如何？无人能挡才好，就让他们这两个互相撕咬，等他们两败俱伤，我们改天换日的机会就来了。你力气大，一会儿你策马带鼓回宫，你听到了没？你竟敢！殿下从未把我当人，不过我也没把殿下当人。萧月，你只是我借种的工具而已。姑娘，是长公主殿下，我们的东风到了。众将士听令，直取叛军，给本宫杀！云舒，本宫若去和亲，该如何行事？公主，您手底下的5万丝族是越国最强战力，只要您活下来，这5万丝族就是您改天换地的东风。公主，叛贼齐元宵谋反杀入东宫，将太子殿下一刀杀了，求公主为殿下做主，诛杀叛军啊！齐元宵弑杀太子，本宫奉旨讨逆。来人，随本宫杀入内廷，捉拿反贼首领。输在公主手上，倒也不亏。你不是输给我，而是顾云舒。齐将军，你猜的没错，太子也是我杀的。当然，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是你杀的。大反贼，你齐家9族难保喽！公主，平反之功记得让给太子，毕竟他才是未来的国君。朕不追究你和亲逃跑，把兵权交出来，安心做你的护国公主。父皇，您还是先看看这反贼的头颅吧。长公主殿下，娘娘生了，是个男胎。心地年幼，长公主殿下，即日起由您摄政朝野，本宫垂帘听政。云舒，那孩子昨日在襁褓中夭折了，你可还撑得住？萧月常年纵意无度，那孩子生下来便是残缺多病，注定活不过周岁。我早有准备，虽心痛，但也是天意。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而我则成了这长华盛世之下年仅23岁，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的太皇太后。